为了拯救一个被绑架的小男孩，夜魔侠拖着重伤的身体，只身一人来到了黑帮的老巢。这里有数倍于他的敌人，但夜魔侠毫不畏惧地破门而入，选择战斗。这就是超英题材里天花板级的一镜到底。那么，为什么夜魔侠的走廊战斗要用长镜头来处理呢？仅仅是为了炫技，还是渲染情绪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继续回到夜魔侠的故事里。上集结尾，马修听到大毛黑帮绑架了一个小男孩，他立刻就跟了上去，结果中了埋伏，他重伤逃离，掉进了一个垃圾箱。有个来倒垃圾的男孩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到了，但他没有报警，而是叫来自己最信任的邻家姐姐克莱尔 ，A.K.A. 阿索卡拉万。克莱尔和男孩一起把还只是蒙面男形态的马修抬进了家里。作为一个夜班护士，克莱尔其实更善于对付西斯和对付丧尸。他看了一下马修的状态，盲人重伤，以他的经验判断，不去医院就会死。他拿出手机想拨打911，却被马修一把抓住。No calls. It's okay. I'm just trying to help. We have to get you to the hospital. Okay, everyone. 马修表示去医院，整个医院的人就会被牵连致死，所以他得走了。其实马修只是不想一觉醒来多了好几万的医疗账单。起身想走的马修没走几步又昏了过去。没事，受伤对默多克家的男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了。等他醒来，克莱尔已经为他做了下急救，但还有更多严重的内伤没法处理。克莱尔很好奇，最近道上赫赫有名的蒙面男竟然是一个盲人。马修同样好奇，正常人谁会把一个浑身是伤的蒙面男带回家？ Why are you helping me? The less you know about me, the better. 其实克莱尔帮助马修的原因很简单，他听过蒙面男行侠仗义的事迹，所以相信对方不是个坏人，只是没想到不是个普通人。克莱尔让马修好好休息。紧张的马修在睡梦中想起了小时候刚失明时候的经历，情绪一个激动，他瞬间无法呼吸。还好克莱尔胆大心细，技术好，才把马修救了回来。面对救命恩人，马修放下了防备，说出了自己的经历。大毛黑帮在地狱厨房搞人力资源，2天前他们绑架了一个小男孩，自己赶过去救人，却中了对方的埋伏。听完这些，克莱尔对他又多了几分尊重。当他还想继续了解马修的时候，马修却闻到了危险的味道。 Someone's coming. Wait, what? 有人在挨家挨户的找人，3楼有他的香水味，是马修鼻子犯的罪。对方已经到了门口，马修强撑着准备出手，克莱尔让他不要慌，自己去开门。门外的毛子伪装成了警察，说在找一个蒙面人。克莱尔几句话就应付了过去，但马修发现对方没有买账，反而在通知大毛黑帮。马修赶紧跟了出去，拿起一个灭火器，从楼上听声辨位，精准预判。轻松一击就 KO 了对手，克莱尔震惊了，这一切也被楼上的男孩桑蒂诺看到了。马修就叫对方帮忙一起把假警察抬到了楼顶，开始大记忆恢复术。没想到这个毛子嘴还挺硬的，小男孩在哪，卖给了萝莉岛还是恋童都不肯说。克莱尔都看不下去了，告诉马修怎样才能让他更痛苦。 Going through here, right above the eye. That's a suborbital foramen. You want to go in right under there. 但毛子依旧没有开口，马修也失去了耐心。他把毛子放到了平台的边缘，恶狠狠地威胁对方。 I need you to know why I'm hurting you. It's not just the boy. I'm doing this because I enjoy it. 确实，马修行侠仗义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内心有一股恶魔般的冲动，但从小的教育让他一直在压抑这份魔性，并用到了正道上。感受到了蒙面人的恶意，毛子终于屈服了，说出了地址。看到马修松手以后，毛子又开始作死，说那边早已埋伏好了人手，任何人过去都是自寻死路。马修也不惯着他，直接送他下楼。刚好摔进了之前马修带过的垃圾箱，没关系，不会死，因为夜魔侠不喜欢杀人。解决掉了毛子，马修就叫克莱尔找个地方避一避，顺便记下了克莱尔的新地址。如果自己能熬过去，就会去找他治伤。现在锁血状态的马修准备去营救男孩了。克莱尔不敢相信，你都这个样子了，为什么还要去自寻死路？马修没有回答，他的脑海里闪过父亲杰克的最后一战：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这就是默多克家的男人。现在我已经跪在地上了，让我们一起迎接夜魔侠第1季最帅的长镜头。马修·默多克，夜魔侠，走廊战神，一镜到底，一战封神。就这样，夜魔侠悄无声息的到来，用力破门。房门关上，画面一片黑暗，镜头后退，我们看不到夜魔侠的战斗，就和小马修听父亲打拳赛一样，我们只能听到他们的战况，听起来十分惨。接着，一个歹徒和门一起被砸了出来，画面的平静被打破了。对面的房间也过来一个歹徒，被电视机砸到了。另一个歹徒还没走到，房间里又有人被扔了出来。接着，夜魔侠现身，迎难而上。打斗中，镜头慢慢前退，越过了敌人，现在敌人都在我们身后了。于是镜头慢慢的靠近夜魔侠，换了一个角度，让我们继续能够待在夜魔侠的身后，也让夜魔侠挡在了观众和罪恶之间。夜魔侠起身，战斗继续。
这段打戏之所以好看，有一点就是停顿的节奏感，双方都不是超级士兵，都会累，哪怕是夜魔侠，他的体力和技能也需要 CD， 这就显得很真实，很带感。战斗中镜头不停的走位，也很考验摄影师和演员的走位，这个是连国师都不敢尝试的拍法，是不是很大胆？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夜魔侠下手还是挺温柔的，没有一上来就断手断脚，可能也是他在压抑自己的本性，他不希望自己和前女友艾丽卡一样嗜杀成性，也可能是他对抗罪恶的时间还不够长，他还没有发现地狱厨房的罪恶就像韭菜一样永远割不完，所以现在的他只是打倒敌人而不是打残，这也是法术和他最大的区别。很抱歉我一直要插着，因为不能长时间的放原片，大家多多见谅。随着最后一个敌人倒下，这个2分多钟的长镜头结束了。就凭这段戏，夜魔侠就足以在超英题材中名列前茅。之前的超英动作戏很少有如此一镜到底的拳拳到肉，真的就一个字：牛逼！现在我们来脑洞一下，为什么这里要用长镜头？因为长镜头的临场感很强，让我们仿佛身处这条走廊。仔细想一下，镜头为什么不跟进房间，只让我们看到走廊里的战斗？为什么要让我们跟在夜魔侠的身后？因为这就是那个小男孩的感受，他被锁在房间里，听到走廊里的打斗声，夜魔侠来了，所以小男孩不再需要直面罪恶，他可以躲在黑暗骑士的身后，但他不知道走廊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可能会感到害怕，所以贴心的夜魔侠在开门之前，把自己的门面往上推了一下，露出了自己的脸，温和地走进了房间。我们站在门外，看不到马修是如何安慰男孩的，但我们可以听到他说的话。I know you're scared, but I'm here to help you. Okay, you don't have to be scared anymore. Okay. Let's get you home to your dad. 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小马修的经历。目不能视，只能用耳朵去听。在儿时，小马修听到了父亲的安慰、家人的鼓励、亲人的离去。到如今，我们听到了不屈的斗志，听到了马修的战斗，也听到了默多克家的怒火在熊熊燃烧。这就是夜魔侠，这就是地狱厨房的黑暗骑士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段一镜到底能够成为名场面。但一镜到底结束了，罪恶并没有结束。马修他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男子，有个叫西里的男人杀人了。他在保龄球馆里主动挑衅了一个意大利黑帮，3两下就干掉了对方的保镖，掏出枪正想干掉大佬，万万没想到枪卡壳了。好在西里的身手很犀利，几招就把肥头大脑的黑帮老大干趴下了。他还用保龄球把意大利黑帮变成了意大利肉酱。可做完这些，西里并没有潜逃，反而把枪藏了起来，乖乖的束手就擒。 I want a lawyer. 至于他想要的律师马修·默多克正坐在教堂的门口，神父认出了他是那天忏悔室里的年轻人，甚至还认识他的父亲。神父看出了马修内心的纠结和煎熬，希望他能够放松一点。至于神父为什么关心马修，大家不要误会啊，纯粹就是故人之子。和神父闲聊了几句以后，马修就去上班了。碰到 Foggy 和 Karen， 他不得不解释脸上的伤是自己不小心摔的。还好他不必继续深入解释，因为有客户上门了，是第1集出现过的黑框眼镜男。看出对方是大资本的走狗，马修有些好奇，为什么公司狗会找他们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律所？黑框声称自己的老板在地狱厨房有很多生意，所以想要2个本地出身、背景简单的优秀律师。马修和 Foggy 就符合这个要求。原因中，黑框还透露出自己知道 Karen 一案的内情。马修本能的怀疑对方和联合建筑有关，将计就计就接下了业务。而这个案子就是之前的保龄球馆杀人事件。马修让 Foggy 先去警局，自己去跟踪黑框。通过对方的心跳以及手表的指针走动声，马修始终锁定了对方。他觉察到了对方上了一辆车，车里应该就是对方的幕后老板。马修还想跟上去，但伤口开始渗血，他只能放弃跟踪。等他赶到警局的时候， Foggy 已经听完了西里的陈述。尽管对方声称自己只是正当防卫，但 Foggy 觉得很有问题。他敏锐地觉察出对方不仅是个惯犯，还是个狠人。 Foggy 想拒绝对方，但马修却表示愿意接下委托，因为马修在意的是西里背后的人。马修没办法告诉 Foggy 实情，只能以赚钱为理由说服了 Foggy。可怜的 Foggy 啊，
就默默地为马修分担着压力。同样承担压力的还有 Karen， 她被联合建筑叫了回去，公司希望她签署一个保密协议，既然没办法灭口，那就用钱让她住口。Karen 没有第一时间答应，她找到了报社记者尤里克。Karen 希望能和对方一起揭开联合建筑的真实面目。这个尤里克呢，老婆住院了，自己也快被医疗费斩杀，但他依然选择帮助 Karen。就这样，到了开庭的日子 ，Forky 尝试做着无罪辩护，努力让陪审团认为西里是正当防卫。而马修听到一名女性陪审员的不安的心跳，还有那熟悉的手表指针的声音，果然这一切都和黑框有关。马修决定一查到底。夜里，他发现有个男人在威胁那名女陪审员。马修换上了蒙面男皮肤，一通大记忆修复术之后，男人告诉马修，他手里有一段视频是女人年轻时候玩的花活，而他也只是从沙拉莫平台上接的活，他根本不知道幕后是谁。马修放过了对方，叫男人不要再威胁那个女人。第二天的庭审，女人果然退出了陪审团，轮到马修做辩护。他倾听了所有陪审员的心跳，确认没有异常以后，开始发挥。他发言的大意就是，有些东西我们只要看到就能知道它的本质。西里杀了人，尽管所有的证词和证据看起来都是正当防卫，但西里确实杀了人。只看法律，也许他是无罪的，但审判权还是交给了大家。马修的辩护仿佛在给西里挖坑。作为一个辩护律师，他应该为当事人的利益而努力，但作为夜魔侠，他不希望放过这样的人渣，毕竟他是马律师，不是古美门。可是马修的努力只是徒劳，因为黑框早已布置好了一切，他需要的只是2个身家清白的律师来帮他完成这个局。等黑框到来以后，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，而 DA 也早已被收买，西里就这样被无罪释放。既然法律无法制裁罪恶，那就交给夜魔侠来处理。夜里，正当西里准备潜逃的时候，审判从天而降。不过嘛，西里的身手十分犀利，和夜魔侠打的是有来有回。他还上了道具，真的是不要脸。和第2集的长镜头不一样，这一次夜魔侠和西里的战斗就是很标准的动作片风格，快速的剪切也营造出了满血状态下夜魔侠速战速决的心态。这里很有真假般的感觉啊！如果再来一点地面技，那就是漫威导火线了。大家记住这个尖刺，待会儿要考。西里一招不成，又想用碎玻璃去对付夜魔侠，结果反而把自己和玻璃都送给了夜魔侠。但最后邪不压正，夜魔侠还是制服了西里。他开始逼问对方，可西里压根不怕他。还好夜魔侠记得克莱尔教的招数，他给西里来了几招狠的。在疼痛之下，西里说出了个名字 Fisk! Wilson Fisk! 得到了名字，夜魔侠准备放过西里，谁知道西里却怕得要死。在西里眼里 ，Fisk 是不能出卖的，就连名字都不能提起。I gave up his name. You don't do that, not to him. He'll find me. Make an example. 和伏地魔一样，这个名字带有诅咒，谁说出来，谁就要承受比死亡更可怕的代价。在西里眼里，碰到夜魔侠这样的蒙面义警，无非就是被打一顿，最多送去坐牢；但碰到 Fisk 这样的黑道魔王，那就是生不如死，甚至株连九族。西里痛斥夜魔侠是个懦夫，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You coward! 没办法，他只能自我了断。所以夜魔侠和西里到底谁才是懦夫？在我看来，屈服邪恶的西里肯定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懦夫，而行侠仗义的夜魔侠是一个勇士。他知道暴力可以解决对手，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我们最多说马修是一个被信仰束缚的北美懦夫，但他确实是一个行事有准则、内心很矛盾的勇士。而真正的懦夫另有其人，他正在欣赏一幅画作，这幅画让他想起了小时候被家暴的经历。有个女人靠近他，开始搭讪。How does it make you feel?就这样，菲斯克遇上了他真正的克星凡妮莎。It makes me feel alone. 其实 Fisk 和夜魔侠就是一体两面。Fisk 的自卑和孤独源于家暴和父爱的缺失，而夜魔侠的自信和充实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。所以说，夜魔侠和 Fisk 那才是真爱呀。